各位观众朋友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是6月17号，我们慢慢来看这2天科技圈发生的几件事。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画面，全世界最重要的7个国家的领袖第一次把几位人工智慧公司的负责人一起请上了会议桌。第一则，我们就从这个大画面开始。这场高峰会在法国的依云开了3天，今天闭幕。比较不一样的是，这次不止各国领袖，连好几家人工智慧公司的负责人都被请来同桌谈。他们主要谈2件事，一是怎么帮人工智慧立规矩，二是怎么保护未成年人在网络上的安全。加拿大总理卡尼讲了一句蛮值得记的话。他说，全世界如果太依赖少数几个模型，风险就有点像2008年的金融海啸。当年是大银行彼此绑得太紧，一家出事就拖垮一整片。他举的例子是，这几天因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有一家公司的2个模型被迫暂时关掉，很多接在上面的服务就跟着卡住。金融业把这个叫系统性风险，讲白话就是全村只共用一口井，那口井一出事，全村就都没水喝。第二则，一家叫 Databricks 的资料公司推出了一个新工具，他们直接把它叫做一位人工智慧同事。跟我们平常用的聊天机器人不一样，它不只是回答你，而是会自己去把事情做掉。你把它接上公司的 Google 云端硬碟 Slack 或是 Jira， 它就能自己去抓资料，帮你写报告，设好提醒，甚至直接执行某些动作。这种会自己完成任务的人工智慧，最近大家叫它代理式。你可以这样想，以前的人工智慧像一本很会回答的百科全书，现在这种比较像一个听得懂指令，会自己把整件事跑完的实习生。第3则，人工智慧越会自己做事，我们就越需要帮它装刹车。所以亚马逊的云端推出了一个新的安全检查功能。概念其实很单纯，当一个代理在跑一连串步骤的时候，它每一步的风险都不一样，读资料、呼叫工具、输出结果，危险的点都不同。这个工具让工程师可以在任何一步插进一个安全检查。他只负责看一眼，打个分数，要不要挡下来，由你自己决定。这种可以随时插进流程里的检查，业界就把它叫做护栏。第4则，跟开源有关。微软放出了一个新模型，叫 Phi 4。特别的地方是，它很小，只有150亿个参数，而且用的是开放授权，等于免费让大家拿去用，拿去改。它用了240张绘图晶片，大概4天就训练完。为什么小又开放这件事重要？大模型通常又贵，又只能跟着别人的云端跑。而小的开源模型，你可以自己放在公司内部，资料不用送出去，成本也低很多。对在意隐私或预算有限的人来说，这是很实际的选择。这里讲的开源权重，意思就是把模型练好的那份脑袋直接公开，谁都能下载。最后一则，轻松一点。辉达开放了一套框架的公开测试，让这些会看、会听又会做事的人工智慧代理，可以跑在像扩增实境眼镜这样的穿戴装置上。也就是说，未来你戴着眼镜看到的东西，人工智慧可以及时帮你理解，帮你查。它还很早期，但方向蛮清楚的，人工智慧正在从手机萤幕慢慢走到我们的眼前。今天用一句话总结，会自己做事的人工智慧开始真的落地了。有人放手让他做，有人帮他装刹车，也有人在桌上谈怎么管他。我们不用急着追，慢慢看懂就好。我们明天见。